少妇久不怀孕，寻求解决的办法。听闺蜜说宋医生治疗方法独特，不如去试一试。宋医生又是听诊又是号脉，一番中西医结合的检查之后，你的身体还真是有些问题，不过没关系，我来给你治治吧，保证2个月就能怀上。这位少妇向梅花一听就喜上心头，不过她立马又皱起了眉头。大夫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不相信我？不是，我的丈夫刚刚去北京学习了，半年之后才回来。宋医生一听也笑了。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，就是2个月之后啊，你身体的问题可以彻底解决。这位宋子宪医生把少妇向梅花请进了里间屋，屋里有2张按摩床。宋医生指着其中一张，脱掉外衣躺下吧。向梅花心中一愣，我是来治疗不孕症的呀，又不是腰酸腿疼，怎么个治法呀这是？宋子宪看出了向梅花的心事。你肯定没听说过，这是我独创的治疗手段，用特殊的按摩手法，再配合上一些个药物，成功率超过98%。向梅花这才半信半疑躺了下去，一会儿前胸，一会儿后背，按完肚子又按腿，呵，这宋医生是紧着忙活。半个小时之后，好了，你躺着别动，休息15分钟就可以回去了，我去给你抓药。等宋子宪出去之后，向梅花躺在按摩床上就想，这也没什么特殊的呀，感觉就是普通的放松肌肉。不对，按摩我也做过，当时是因为腰肌劳损找的中医按摩，人家那是有力度的呀，按完之后浑身很轻松。这位宋大夫可倒好，他分明就是把我全身上上下下都摸了一个遍，这根本就不是治病。看他60多岁的年纪，不会是个老流氓吧？想到这儿，向梅花像是吃了苍蝇一样，心里一阵恶心。向女士，你的药齐了。宋医生喊完这句话之后，又嘱咐向梅花，让她按时吃药，3天来按摩一次，需要坚持2个月。向梅花有心不拿药，也不在这儿治疗了，可一想这个宋子宪医生是自己闺蜜的亲戚，就没好意思拒绝，拿上中药西药，有药片也有胶囊，一大堆就回了家。心想我可不再来了，你这个老流氓。到了晚上发生情况了，怎么回事呢？过去好几年以来，向梅花一直失眠，不到夜里1、2点钟她睡不着觉，可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刚9点半就困得睁不开眼了，一觉睡到了大天亮。睡醒之后，向梅花就觉得神清气爽。哎呀，看来我大概是误会人家宋医生了，这才治疗了1次，身体就发生了改变。于是向梅花按时吃药，每隔几天就去宋子宪医生那里按摩。2个月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。向女士，咱们的治疗基本结束了，你这个情况有点特殊，所以需要等几个月你丈夫回来之后啊，你再来按摩3次，这样才能够保证效果。向梅花点头说，我记下了。过了没几天，向梅花的丈夫吴有德忽然回来了。有德，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不是学习半年吗？本来说的是学习半年不放假，可这不国庆节了吗？领导就给大家放了3天假，我能在家陪你2天，怎么不欢迎啊？说这话，吴有德一个公主抱，就把妻子向梅花抱进了屋里。吴有德比向梅花年龄大了18岁，他体力很好，仪表堂堂，是一位国企高管。前妻和儿子在另一个城市生活。2年前结婚头1天，向梅花就提出要求，有德，我想尽快给你生个孩子。吴有德一愣，梅花，你刚20多岁，着什么急生孩子，多拖累人啊！怎么能这么说？你是不是不爱我？怎么会呢？我爱你，我很爱你。那我们早点有一个爱的结晶不好吗？好。说完这一番话之后，向梅花与吴有德2个人便开始了甜蜜的婚姻生活。
向梅花就天天盼着，希望自己的肚子快点有所收获。可惜事与愿违，她盼了2年，肚子还是平平的。不对，这么长时间还不怀孕，是不是我和有德身体有问题呀？哎呀，有德他跟前妻生过孩子，应该没问题。这么说，很可能是我的身体有毛病。想到这儿，向梅花就背着丈夫吴有德偷偷开始找医院看病，结果在几家医院都没查出问题，这才在闺蜜的推荐之下找到了宋子宪医生。吴有德在家住了2天之后，回北京继续学习去了。向梅花赶忙就打通了宋医生的电话。宋子宪一听情况，你丈夫在家待了2天是吗？好，那你抓紧来一趟吧，我给你检查一下，做一做治疗。又是一番检查，然后按摩。向梅花就觉得宋医生这一次的手法加重了许多。做完半个多小时的治疗之后，向梅花浑身发热，一摸额头都冒了汗了。宋大夫，今天怎么手法不一样了呀？那是当然，以往都只是打通你全身的血脉，今天可不相同，这叫固本收元，阴阳和合之术。这次你丈夫回来的又正是时候，估计很有可能会如你所愿，怀上宝宝。真的吗？那我先谢谢您了，宋大夫。向梅花脸上挂着久违的笑容，高高兴兴回家去了。可惜她只高兴了10几天，大姨妈如期而至。嘿，哎呀，宋医生，宋子宪，你这个家伙到底还是个骗子呀！向梅花满脸怒容，找到了宋子宪的私人诊所，尽量让语调平和。宋大夫，你说的怪好，可我还是没怀孕，难道是治不好了吗？宋子宪稍微一愣，很快又露出了笑容。小向姑娘，你先别急，按我估计，你这次本来很应该能怀上，不过并不代表就是100%。这样吧，咱们还是严谨一点，等几个月，到时候你丈夫回来了，你把他带过来，我给他也好好查查。这好吧。小梅花心想，事到如今也就别总是瞒着有德了，到时候让他一起来查一查，看你这个只会吹牛的老庸医还能怎么说。心里越是着急，这时间就越是过得慢。终于几个月过去，丈夫吴有德总算是回来了。向梅花如实把自己前段时间找医生治疗不孕的经历这么一说。有德，明天你陪我去一趟吧，就让那个宋医生给看看，看他还有什么理由搪塞我。梅花，我看我就不去了吧，你也别再去了。不是几家大医院都说你没毛病吗？还非得找那些个江湖医生干嘛？怀孕这事儿得顺其自然，不要强求。吴有德，听这话，你是不是不想跟我生孩子呀？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你？梅花，看来你真是非常想要个孩子。事到如今，我就跟你说实话吧。吴有德说出一番话之后，向梅花差点没气晕过去，当时就说出了离婚2个字儿。原来过去吴有德曾经做过绝育手术，已经10来年了，他愣是一直瞒着向梅花。梅花，对不起，如果你非想要生的话，我明天就去联系医院，找医生做个手术，这种情况是可以恢复生育能力的。晚了，已经晚了，我已经不想生孩子了，更不想跟你这种人生了，咱们明天就去离婚。向梅花说的不仅仅是气话，他是认真的。第二天就拉着吴有德赶往民政局办手续。半路上下起了大雨，2个人没去成，又回了家。向梅花静下心来，仔细这么一琢磨，他又不打算离婚了。哎，如果真要是离了，未必能找个超过吴有德的。他毕竟是个国企高管，而且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忍一忍吧。就这样，向梅花同意了让吴有德去做一个恢复手术。手术之后，这回2个人目标一致了，积极备孕。1个月、2个月、半年，又是1年过去了。非但向梅花没有怀孕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吴有德的体力越来越差，身体机能也就有过去的1半还不到。
糟了，莫非是手术的原因毁了我的身体？到医院一检查，医生说手术非常成功，刀口什么的哪也都恢复得很好。可为什么现在我总是力不从心了呢？吴有德心情郁闷，脾气越来越差，工作方面在单位也时不时出差错，前途开始显得渺茫。向梅花始终没有怀孕，丈夫吴有德又总是发火，像是换了一个人。慢慢的，夫妻感情越来越疏远，最终还是以离婚收场。造成这样的结果，这吴有德和向梅花谁的责任更大呢？